时间来到2026年的8月，内娱的夏天似乎总是比自然界来得更猛烈，也更令人猝不及防。谁也没有想到，一部已经收官整整8年的老剧，会在这样一个看似平淡的夏日午后，掀起一场足以震碎无数人青春回忆的风暴。王一博一纸诉状，将《陈情令》相关的5家公司悉数告上法庭。案由直指肖像权纠纷消息犹如一颗深水炸弹，瞬间在社交平台上炸开千万级的讨论量。对于那些将博君一笑视为青春信仰、磕了8年 CP 的粉丝而言，这无异于一场里氏8级的精神地震。有人在评论区痛哭流涕，感叹8年的大梦被正主亲手击碎；有人觉得自己的青春随着这纸诉状彻底落幕，但更多的人在错愕之余，心底升起一个巨大的问号：剧都播完8年了，当事人各自在顶峰相见了这么久，为什么偏偏是现在选择了最决绝的法律手段？这从来不是一次突如其来的翻脸，而是一场蓄力8年，最终无法再忍受的排异反应。当时间的滤镜被法律的强光无情打碎，我们或许该重新审视，这8年来，究竟是一场怎样的执念，困住了谁，又滋养了谁？被琥珀封存的8年，与一场迟到的排异反应。要理解这场诉讼带来的震荡，首先得理解 CP 粉这一群体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构建了一个怎样庞大且封闭的情感乌托邦。2019年的那个夏天，《陈情令》横空出世，双男主的设定如同飓风般席卷全网。对于很多粉丝来说，那不仅仅是一部剧的爆红，更是他们情感投射的起点。8年来，他们在超话里打卡，在二创视频里寻找蛛丝马迹，在同人小说里补全平行世界的圆满。这种情感投入是真实的，陪伴感是真实的，甚至那种我们是一个圈子的归属感也是真实的。然而，当这种基于虚构角色的情感投射逐渐演变为对真人演员现实生活的强行介入时，荒诞感便应运而生。粉丝们爱上的是自己脑海中补全的幻象，却要求现实中的演员按照这个幻象去生活、去互动、去发糖。王一博的起诉之所以让 CP 粉感到彻底碎了，是因为他打破了这个维持8年的幻象。他没有选择温和的冷处理，也没有发一篇不痛不痒的声明，而是直接动用了最具强制力的法律武器。这在粉丝看来是正主的背叛与绝情。但如果我们跳出情感的滤镜，站在一个独立个体的角度来看，这不过是一个成年人在试图夺回属于自己生活的控制权。8年的沉默与退让，换来的不是理解与尊重，而是变本加厉的索取与绑架。当忍耐达到极限，切割就成了唯一的出路。失控的长尾，当情怀沦为明码标价的灰色帝国，很多人不解，为什么一部剧的余温能持续8年？答案并不在粉丝的深情里，而在一条早已失控甚至变味的灰色产业链中。正常的爆款剧长尾效应是观众反复重温剧情，讨论角色魅力，购买官方正版周边。但《陈情令》的长尾早就脱离了作品本身，异化成了一场以真人 CP 为唯一核心的吸血游戏。只要还有人愿意为糖买单，就有人愿意源源不断地制造工业糖精。在这条灰色产业链上，底线是被一步步突破的。没有授权，那就私自印制双人周边，在电商平台上高价售卖，利润全进自己腰包。没有素材，那就靠恶意剪辑、慢放镜头，甚至调换台词语序，硬生生剪出暧昧互动的错觉。官方物料不够看，那就将拍摄期间的私密花絮、换装片段，甚至未公开的私人互动私自流出，在地下渠道明码标价。更令人啧舌的是那些靠找糖为生的营销号，他们像拿着放大镜的侦探，拆解每一个动线，分析每一个微表情，把正常的同事互动解读为隐秘的爱意。当演员试图避嫌时，他们又反过来煽动情绪，指责演员火了就忘本，避嫌就是心虚。这8年来，这条利益链越收越紧，越做越大。无数人盯着2位演员的现实关系变现，把虚构的糖做成了真实的生意。剧早就播完了，演员也各自在更广阔的天地里打拼了几年，但这场以他们为提线木偶的皮影戏却从未落幕。直到这条利益链的触角伸到了法律的红线之内，终于逼得当事人不得不拿起武器，进行一场彻底的清算。一直往前走的人与越拉越长的影子王一博对 CP 捆绑的拒绝，其实从来都不是突然发生的。早在2019年剧集热度最顶峰，所有人都在狂欢的时候，他就曾清醒地表达过，那只是剧中的角色需要。当时这句话被淹没在狂热的声浪中，很多人以为这只是营业期的场面话。但没人想到，这句话他默默守了8年，并用8年的行动去践行。剧集收官后，他的物理距离和心理距离都拉到了最远。公开活动主动避嫌，
采访中绝口不提，遇到相关问题直接绕开。2019年8月，乐华娱乐更是直接发布声明，澄清绯闻，明确表示艺人单身这8年里，他一直在拼命地往前走。他的事业重心全面转向大银幕，在电影赛道里摸爬滚打，用一个个扎实的角色证明自己。他第5次登上福布斯榜单，入选亚洲30岁以下精英。他主导的户外探索纪录片《探索心境》斩获国际泰利奖，展现了硬汉与探索者的一面。老东家乐华为了留住他，甚至开出了近2500万港元的股权激励方案。他的路越走越宽，身上的标签从流量小生变成了青年演员、探索者、精英。可是，无论他走得多远，那个名为 CP 的影子却越拉越长。他越是努力向前，背后的拉扯就越用力。部分账号和粉丝不仅没有因为他的成长而放手，反而因为他的不配合而更加疯狂地抠糖，甚至用道德绑架的方式试图将他拽回那个8年前的夏天。内娱不乏爆款剧收官后被长期捆绑的演员，大多只能靠发声明或冷处理来熬过阵痛期。但像王一博这样，在自身事业已经实现巨大跨越，拥有足够底气和资源的时候，选择时隔8年直接起诉整条产业链的，确实罕见。这不仅是维权，更是一次宣告，他不再陪玩了精准的手术刀。5张传票背后的产业链清算，如果仔细研究这次起诉的被告名单，就会发现这绝不是一次针对普通粉丝的虐粉行为，而是一场针对商业侵权的精准外科手术。被告名单里没有一个是普通的网友或粉丝，清一色的全是商业主体。这5家公司恰好完美对应了那条灰色产业链的5个核心环节：出品方新派传媒，音乐发行方中国数字文化集团，周边制作方科洛社文化，有声内容方北京子木有声，以及负责线上终端销售的电商商行。从内容制作、音频开发、周边生产到终端售卖，整条侵权链路被一网打尽。起诉的核心指向非常明确：超授权期限使用艺人肖像，未经许可商用片场素材，恶意剪辑花絮制造话题，非法开发周边产品牟利。其中，新派传媒被指在拍摄期间偷拍大量私密花絮，并在合作结束后，依然通过剪辑拼接进行传播，用于捆绑营销和周边售卖。按照最初的合作契约，王一博的肖像授权仅限于剧集拍摄、正片播出和短期官方宣传。项目一旦结束，授权自动终止。但这5家公司在随后的8年里持续进行商业变现，既没有续签授权，也没有支付报酬。这在法律上是极其典型的超范围侵权和违约行为。王一博的团队没有去起诉那些在超话里做梦的粉丝，而是直接掐住了那些靠做梦赚钱的资本咽喉。这一刀切得准，也切得很情感的越界，与内娱迟来的断奶。这起案件之所以引发如此巨大的社会反响，是因为它触及了当下饭圈文化中最核心也最敏感的痛点，边界感很多 CP 粉觉得委屈，觉得自己付出了8年的真情实感，最后却落得个被正主亲手埋葬的下场。情绪上，这种失落当然值得共情，但是情绪归情绪，底线归底线，喜欢作品里的角色，欣赏演员之间的化学反应，在不打扰对方现实生活的前提下进行二创和讨论，这是观众的权利，也是影视文化繁荣的体现。可是，当喜欢变成了恶意剪辑，当情怀变成了传播私密素材的借口，当支持变成了购买盗版周边助长侵权，当不满变成了攻击艺人团队逼迫发糖时，这就已经彻底脱离了喜欢的范畴，变成了一种越界的控制。CP 文化本质上是观众的情感投射，演员没有义务，也没有责任去配合这份想象。把虚构的角色关系强加于真人身上，要求现实中的人按照剧本去生活，是对演员独立人格的极大不尊重。当喜欢变成绑架，情怀变成生意，最终被消耗的只有演员的合法权益和作品的真正价值。从行业的宏观视角来看，这起案件的意义远超艺人个人的维权。如果王一博最终胜诉，他将为内娱同类纠纷提供一个极具分量的参考判例。他给那些依然企图靠过期 IP 人造 CP 无底线变现的公司敲响了震耳欲聋的警钟，靠捆绑演员吃饭的灰色生意早该踩下刹车了。一部爆款剧的真正价值应该落在作品本身的艺术成就和文化影响上，而不是靠无休止的真人捆绑反复咀嚼演员的私生活来变现。流量泡沫吹得再大再绚丽，也经不起法律程序轻轻一戳。内娱想要走得长远，靠的是持续产出优质作品，是演员凭借扎实的角色获得大众认可，而不是靠显微镜剪辑和话术包装堆砌出来的虚假繁荣，靠吃老本炒冷饭维持的生意，注定走不远。
内娱的生态也需要一场迟来的断奶。戒断对流量捆绑的依赖，回归内容创作的初心，让幻象归于幻想，让真人回到人间8年时间，足够让一个青涩的少年蜕变为成熟的电影演员，也足够让一场狂热的夏日大梦冷却成现实的冰水。2019年的那个夏天，他们相遇在镜头前，成就了一段内娱的爆款传奇。2026年的这个夏天，他用一纸诉状为那个夏天画上了一个最清晰也最决绝的句号。这不仅仅是一场官司的胜负，更是一次关于尊重、边界与成长的深刻一刻。支持艺人依法维护自身权益，不仅是在保护一个演员的合法权益，也是在捍卫一种健康的文化消费观念。喜爱应有边界，虚构终究无法替代现实。真正的尊重，不是把演员永远困在8年前的角色滤镜里，而是允许他们走出角色，卸下包袱，去做回他们自己，戏中人散，各奔前程。当幻象归于幻象，当真人回到人间，这或许才是对一部好剧，对演员本人最体面也最深沉的告别。这一次，法律会给出最终的答案，而时间会证明一切。